欢迎大家收看 Tesla Model 3车主分享的第3集。第一集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在 Cyberjaya 取车的这个喜悦和焦虑。然后第2集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全景式玻璃车顶，它的用处是什么？为什么它要这样子设计？然后它会不会很热？这样子你可以 refer 回去那一集。然后今天这集呢，我主要分享的就是这1个月以来的使用体验。影片开始之前，感谢今天这集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那现在从12月1号开始，马来西亚人去中国有15天免签的优惠。那如果你到了中国，你手机的 roaming data 又不够，你又要上你的 Gmail， 你又要开 WhatsApp、开 Facebook、开 Instagram 等等，你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在迎接长假期到来之前，先提醒大家，当你在网上跨国购物的时候，很多商家、航空公司、租车公司、酒店、旅馆等都会根据你的 IP address 来提供价钱。有的国家会比较便宜，有的国家会比较贵。要怎么样买到便宜的东西呢？你需要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这个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马上取得独家优惠，外加额外6个月的免费使用期。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买这台车子，它不是我的代步工具，它也不是我的 second car， 它甚至也不是我的 third car。因为从我拿车到今天这个间中到现在为止，我已经 review 了至少5辆车，X90 啦、Zenix 啦、i5 啦、EQS SUV 啦。就是我的工作是试车我的工作跟一般人的工作可能会有一点不同。首先第一个大家最有意见、大家最多批评声浪的就是他们为了削减成本还是各种原因就抽掉了这个拨杆，所以这边是没有拨杆，你要打讯号灯、方向灯，你就只可以透过方向盘上面的这个按钮打左边有左边的 Lane Watch， 打右边有右边的 Lane Watch， 不像其他 brand 可能只有一边。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有很多所谓的反人类设计或者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地方，但这个新呢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是，这是最不重要、最容易适应的。差不多你一架同一天里面你就已经适应它了。你批评它，讲它2个都放在左边，你的心呢？难道就是一直打左，一直打右咩？也不是一样，你驾摩托也不是一边嘛。它的差别只是你要去习惯它而已，就 OK 了。那反而让人比较不习惯的就是它的这个 gear knob、gear lever 本来的 Tesla 是好像 Mercedes-Benz 和 Rolls-Royce 这样子放在这边有一个拨杆的，所以你要去 D， 你要去 P， 你要去 Reverse 都是这样子拨杆就可以了。那现在没有掉拨杆之后，它就放在荧幕里面，所以荧幕里面的问题是OK， 我现在 Parking Mode。我现在要向前走，我就向前滑，然后我就踩。然后如果我要向后，我就往后滑，它就 reverse。这个违反了我们的 logic， 因为我们在驾 automatic gearbox 的时候我们往前推是 reverse 的，我们往后推是前进的。那为什么之前的 gearbox 要这样子设计呢？因为 automatic gearbox 它的 logic 明明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往前推是 reverse， 往后推是 forward。可是它就是往前推是 forward， 往后推是 reverse。坦白说，其实这个逻辑才对啦，因为 common sense 嘛，你往前推就是往前走，你往后推就是往后走咯。可是我们已经被传统的 automatic gearbox shape 了我们的头脑了嘛，我们不能够蹬了的嘛。然后我又不是只是驾着它这一台车的嘛，所以每一次我从别的车子再上来的时候，打个比方像Mercedes 还好，因为它是拨杆。像那天我驾 i5 中间是用一个水晶排挡杆这样推的嘛。然后有一次我差不多是要 reverse 的时候我就按到前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讨屌的啦。当然如果你不要用它，你可以用上面，不过我一般上不会把手伸上去啦，因为
我觉得好像以前看 James Bond 的电影啊，我觉得我伸手按东西，好像我整个人会给一直弹出来这样的嘛。再来一个就是它没有这个仪表板嘛，所以你在驾车的时候呢，你只可以用你眼睛的余光这边去看你走多快，然后你的 battery 还可以走多远，还有你的 speed limit 都是透过这边，所以它整个概念就是要让你 eyes on the road。Hands on the steering wheel， 像 Ferrari 每次在讲的，就是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视线最好不要被分散，就是放在马路上就好了。所以当然每个车厂的 philosophy 不同啦，有人用悬浮式萤幕，有人用超大片的这个 head-up display 等等。那 Tesla 你看得到的啦，它就是一个讲求 minimalism， 讲求简洁、简约、化繁为简的这个东西。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啦，有些人喜欢一个客厅又放发财树啦，放圣诞树啦，放到叮叮咚咚。虽然我家也很乱啦，可是我会比较 prefer 去到一间 Scandinavian 的那一种 showroom show house。你去到 showroom show house 这种示范屋、示范客厅，你去享受的就是它很干净，它不像你家这么乱。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最多人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去买那个16,000的 Enhanced Autopilot 跟那个 Full Self Driving 32,000原因是这样子的。首先那两个东西是我过后可以再讲，anytime 我只要用 Credit Card Cash 我就可以买了的，所以它已经内建了 Full Self Driving 的 Computer， 只是我要去 Activate 它，但是我不急于现在，因为我连它这个 Autopilot 都还没有搞清楚，就马上要升级去那个，除非买车的时候他就讲你过后不可以加，这样我就会加啦。然后我这几天在加伦敦拉扎塞车使用它的 Autopilot 过后，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太有礼让精神了。你在塞车的时候let's say 你现在塞在一条 lane 上面啦，突然间有左边或者有右边的人，他只要他的车头有刺到你的 lane， 就是他 scan 到你的 lane 上面有别的车子占据了一点点，哪怕是他一个打压过来都好，他就不会走所以他不会走的这个问题就是人家会一直波动 Q， 不是波动 Q， 波动 Q。我试过我在塞车的时候我差不多一直给人家打金，我好像原地不动了，懂吗？因为人家一直来嘛，你走一点又一辆车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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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车进来。Suppose 有人进来，你就不要再踩油了的。可是我们处在这种加速的这种社会就是人家一来就我的位，然后你就是要打起12分精神，你连有时候你可能不可以按手机开车 ，OK？ 我要讲的是可能你分心了一下，哎呦，然后你要点的时候人家就进来了，到最后我就 back check 我就放弃算了，我自己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 Enhanced Autopilot Full Self Driving 它不适合用在马来西亚，我目前是这样觉得啦 ，OK？ 可能过后我会改观，过后我会改变我不知道。但你目前来讲，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虽然我知道有些人讲买 Tesla 如果不买 Full Self Driving 买来做么有什么意义这样子，但是我不觉得啦，我觉得除了 Full Self Driving 之外，它还有很多价值的，你慢慢去发掘。当你已经体验了这些东西，你具备了这些操作的能力之后，这个东西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 extra， 是一个 bonus。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种文明程度不高，不是什么先进城市来讲，大家连基本不要跳 gate， 不要贴人家屁股，这些绕耳包 KL 还好啦，比如像新山绕耳包要讲过。你连绕耳包都不懂讲过，你还要叫 Full Self Driving， come on 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固然是科技诚可贵但是人的文明价更高，人的素养素质这个东西是更加的重要啦。所以我不鼓励，我也不主张你交给 Full Self Driving或者交给 ACC。那你说 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或者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我也只有在长途行驶，可能我走200-300公里，而且路上不是这么多车如果又有摩托又有 lorry 又有慢车快车3-4条车道慢慢我就关掉了，我就不交给他了。因为路上越多东西风险就越高，然后可能你开车很小心，可能电脑很聪明，你的雷达，这台车没有雷达，你的车有雷达，你的车有什么 camera， 有 sensor， 有360度镜头，570度镜头，但是你很小心没有用的，因为别人会不小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大家可能我们等时间来适应它啦。如果你用过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的人，你就有一个体验，就是开车，可能你加80、90，突然间前面 traffic jam 了，
所以你那一下哈，你可能是从80甚至从100直接刹到停的。然后如果你用它的话，你会停，停了，你会有那种感觉懂吗？因为它怎么讲？因为我们传统的汽车是靠你的 ABS pump， 就是用你的 brake 去拉着它 ，OK 啊，有时候可能下坡会用一点 engine brake， 但一般上行驶都是用 brake 啦 ABS。可是因为电动车啊，很少时候会用到 brake pad 的，它的 brake pad 不会咬着它的 disc 盘的，只有你踩 brake pedal， 好像我现在踩我松。它完全就是用 regen， 所以它的传输更有效率、更直接。所以说人家讲1个 kWh 能够走的里程跟1个 liter 比起来，你怎样算东算西，它还是比较有效率的。就算你讲油价便宜都好，我们讲的是 efficiency， 讲的是效率，因为它大大降低了这个 power loss， 非常的直接，非常的 direct。前面有车了，我们一般是踩 brake 嘛，不是，它是减低它的输出。所以减低输出过后，它就会回电了嘛。你轮子在走的嘛，它就 recharge 那边就收回来这样子。所以开电动车是收放的艺术啊，收放自如的这种艺术，这是一种很我不可以说到很美妙的感觉，不过是一个很新鲜、很快，好像闪电一般的体验。那当然，这个 Tesla Model 3才在我手上1个月，我不知道我这个集数会拍到像港剧这样拍30集，还是像台湾乡土剧这样拍一个300集、500集，我不知道。不过我是非常开心，可以因为 Tesla 这个品牌拥有 Tesla 这件事情，我可以遇见更多不同的人，讨论更多新的 topic 在我整个职业生涯或者我对我整个人生来讲，至少。我有一些我不会停在原地，我可以一直 move on 往前走这样子。那一天我终于把车子开到剩下20%，就要找充电桩。离我家最靠近的就是在 Cyberjaya 的 Gentari 50 kW DC。这么巧，我去充电的时候就是遇到了震水积水，可是又淹不是很深这样子，我就拍了一支 Instagram 的 Reels。结果阴差阳错下，巧合之下，这支影片成为了我 Instagram 第一支超过1个 million 100万 view 的一支 Instagram 的 Reels。当然很多负面的批评，也有少部分正面的评价、正面的留言等等。大部分人都是还停留在说打油只要3分钟，为什么充电要1个小时这样子？只是因为电池是这样子的。锂离子电池的特性，我不管你是什么 brand， 只要是锂离子电池，一定是用慢好过快的。它可以很快，它可以用 supercharger 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充到满。但是我是故意去选择慢充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知识来的。所以1个小时就是不快也不慢，介于中间。我又不要它这么慢，我又不要它这么快。所以真的要用 AC 的话，是充大概11 kW， 它82 kW。大概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样子是合理的。很多人就会讲浪费时间，你睡觉浪费时间嘛？如果你不充电、你不插电的话，不做东西，或者你上班7、8个小时浪费时间嘛？它只是利用你的这些时间来充电。你在充电的时候，车子可以放着充的，不是你要看着它7个小时，那个叫浪费时间。OK， 我放着它20分钟那个叫浪费时间，因为那20分钟好了，你要马上拔掉嘛。可是我们讲的是慢充，就超过半个小时、1个小时以上，你可以去喝咖啡，可以去做东西、开电脑、回 email 等等。那关于充电这件事情，我就再补充多一点点，因为我需要再次强调，我住在 condo， 然后我的 condo 不方便装这个充电桩，所以我是必须要依靠外面就是好像油站这样的地方 charging station 来为我的车子充电。但是我的工作性质呢，我是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我打开 laptop， 我可以写稿，我可以剪片。我可以 Lightroom、Photoshop、Premiere Pro 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的工作不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这些东西是非常个人的。如果我很难建议你，因为你的工作你是不是住 London？ 如果你是住 London 的，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90%。你不要跟我讲打油只要2、3分钟。你试看早上7、8点早高峰的时候，你去油站排队。你前面可能有5辆车、6辆车，你不要跟我讲2分钟、3分钟而且重点是，有时候你公司punch card你迟到就是那个3分钟，就是那个5分钟，或者就是那个10分钟。那如果你家里有充电，就好像你 charge 你的 iPhone 这样子，你睡觉醒来，你的车子已经有80%、
或者已经有90，或者已经有100，你一睡醒就可以直接到你的目的地，不用再去找油站。而且有些人家里去公司可能顺路有油站，有些人不是的哦，有些人是特地需要绕一点 corner， 绕一个绕偶包跑去那个地方打了油，然后再跑回来，再去你的 office。所以你因为要转去油站的那个时间远远不止于2-3分钟。我不是要转过头来把枪口瞄准汽油车有什么不好，不是这样子，我只是要跟你讲，东西是有利跟弊，有些利大于弊，有些弊大于利。你不要让这些东西挡着你去享受电动车的驾驶乐趣。你看我这台车子，我跟你讲，其他东西我们不要要求太多，它当然没有 BMW 的 cornering， 像那天我驾 i5、i4 这样子没有，但是相差没有到那么远，然后它安静，它真的很安静。我告诉你，这个 Model 3改款版的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那天我驾那个400多件的 i5 普通玻璃而已 ，OK。所以你看那种 isolation 啊，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你很难去，你真的要去试驾那个车子，你知道吗？就是我是觉得很可惜啦，有些人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就挡在自己面前，你要放下一些东西去接受一个东西，它只是提供多一个选择给你。它可能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不过如果你真的有条件，你住在 London 去看一下啦，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钱过不去 ，right？ 所以影片结束之前，我们再看下一集有什么可以讨论，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4集 Tesla Model 3的车主体验。我是戴主义，记得订阅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我才可以继续的攻这台车子啊 ，Let's go！